朋友們，大家好，我消失了幾天。今天呢，本期節目我来说说這幾天我的經歷，可以說是噩夢般的經歷，而且是我一生當中最大的噩夢，真的是最大啊！到底發生什麼呢？長期觀看我頻道的朋友知道啊，前段時間我在古巴，而現在呢，我在巴西，在南美了。中間發生一件事情，我到了美國，就在美國呢，就發生了我剛才說的我一生中最大的噩夢。古巴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國家，對吧？而且我原來就安排古巴之後我就來巴西，但是呢，因為美國的制裁，所以呢，從古巴到巴西沒有直達航班，而且那段時間我訂票的時候也沒有叫什麼聯程機票，沒有，所以呢，我得先想辦法先從古巴飛出去，然後呢到第三國去，從第三國再轉機來到巴西。當時呢，性價比最高的就是經過美國，比如說邁阿密，在那個地方中轉，然後呢再飛巴西，我就選擇了這條路。但是過後想起來，或者過後看起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為什麼呢？這又與我是華人身份有關，特別的敏感。因為當下國際政治是這樣，對吧？中美兩國從美國角度來說是博弈階段，就誰爭世界老大。從美國角度來說，當然是中國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了。所以呢，他會從各方面來打壓中國以及有中國身份的人。那麼我呢，恰恰是在中國出生、長大、受教育，然後呢才到的德國。所以我這個身份呢，進入美國確實受到了很大的影響。這次是多種因素疊加。剛才說了，我是華人身份，對吧？有中國背景。然後這些年我多次去了古巴，再然後呢，這次我是從古巴向美國的敵國飛到美國去。所以這三個因素我分析疊加起來，導致了我這次在美國噩夢般的經歷。6月1日那天，我乘坐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那從古巴的一個城市直接飛到邁阿密，就是佛羅里達州那個城市邁阿密。本來以為入關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恰好我提到前面的原因，所以讓我經歷了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過美國啊？這些年我去過美國 N 次了啊，沒有一次入關是低於1個多小時的，反正都要1個多小時以上，甚至呢2、3個小時的入關時間。而這次呢，邁阿密我大概等了1個半小時，然後呢輪到我了，我把我的護照遞上去，怎麼樣，然後呢，那海關人員就問了我很多的問題，而且我觀察呀，從他在一邊問我一邊敲那個鍵盤就知道啊，他會記錄我問的問題，我的回答。然後呢，我也觀察到他的數據庫裡面有非常多關於我的信息，因為他用鼠標那個弄上弄下的，我就知道裡面肯定記錄了我很多個人的信息啊。反正我的那個德國的手機號碼呀，還有我德國的那個住址，他肯定是知道的。然後這些年，比如說我去過哪些國家，他也知道。然後他就問我這次來美國幹嘛？我說我是來轉機的。我說因為呢，我是從古巴過來，沒有直達航班去其他國家，比如說去巴西。我現在呢就到邁阿密來，但是呢，我只待在機場裡面不出去。然後他就問了我的工作是什麼？我在德國住在哪裡？我中國有什麼關係？都問了啊。我的收入是什麼？因為問了我的職業，當然是他也問收入了。然後呢，海關人員說，他說你這麼點收入，你怎麼能夠到處旅行呢？我說我在德國還有地產，每個月我有那個房租的收入。但是我心裡想，其實我是一個 IT 的游民，所以我在哪裡其實都可以工作。但是呢，朋友們，你們去美國進入海關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能說你在那個網上可以工作啊，因為這是違反美國法律的。真的，你沒聽錯。即使在網上工作，你在美国國土內，你在網上工作也是非法就業，所以呢，絕對不能說。
我只是說我是那個 YouTuber， 因為我得說老實話，因為他知道我的所有的情況，如果我說謊，可能會遇到其他問題。然後他就問我的頻道是什麼，他真的當場就可以看到我的頻道講的是什麼。好在這段時間呢，我沒有講任何關於美國的那個特朗普的什麼，我沒有講關於這個主題的啊。有的封面可能有特朗普在上面，但是我告訴他，我自己不講，我是翻譯德國報道中國的情況。我是說，不是我的意見，我是翻譯德國媒體的報道，所以他就沒話可說了。然後他就問我，還是問我啊，在那個美國待多久？我就說就待在那個機場裡。然後呢，我就當天下午我就飛到那個巴西去了，大概問了10幾20個問題吧。你們注意啊，他問你問題問的越多，說明挖給你的坑就越大，就是讓你跳進去的啊。反正當時我想，我還是說老實話算了，不要騙他们，沒意思，对吧？他抓住你一個問題，倒是你圓不了謊，倒是你反而那個麻煩更大。好了，大概是5到10分鐘之後，他說，現在呢，那個我叫我的同事來，拿着護照，然後你跟着他去，他寫了一個小黃條。好，我聽到這個時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把我拉進那個小黑屋去。這裡說美國小黑屋啊，我已經進過2到3次了。上次去紐約的時候，我也經歷過，應該是吧？對。但是上次去紐約那個小黑屋時間比較短。其實呢，我來說美國小黑屋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經歷過啊，來描述一下。全程在那個地方是不能夠用手機、不能拍照的，所以呢，我只能是描述給你們，你們想想那個畫面就知道了。其實啊，這個小黑屋並不是真正的一個很黑的屋子，沒有燈光。那裡面其實很大的，相當於有辦公室啊，有那個各種各樣的電腦，各台各樣的電腦，就相當於國內那種多人辦公室一樣，每個人有一個電腦，然後在那個地方有工作位置，它是隔開的，用那個玻璃還是什麼隔開的。然後呢，那裡面還有等待的，放了一些長凳。那些所謂進小黑屋的外國人也在那地方等，然後呢，沒有封閉的，就是那小黑屋整間大的房子是關着的，出去的話要按那個指紋的那些工作人員，但是裡面空間比較大，大概我覺得有100多平米，有不少的長凳，有大概20個左右的那個他們工作人員的工作位置。然後都是可以看得見的，也就是那些外國人也看得見，那個工作的海關人員也看得見這外國人，然後呢，燈光其實是非常非常亮的，不存在所謂小黑屋，只是一個封閉的空間而已。然後呢，他問了什麼問題，所有人都聽得見，所以他問你特別尷尬的問題，人家也知道。但是我想在那個地方大家都互相不認識，尷尬就尷尬吧。然後我進去，等了大概1個半小時之後，一直沒有輪到我。比我先進去的小黑屋的人全部都走了，還沒有輪到我，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然後呢，我知道我等一下還有1個多小時、2個小時都要到那個地方去，我要值機去了啊，否則我會錯過我到那個巴西的航班。我特別着急，然後我就問了一次。那個女的工作人員態度很不好，不耐煩，真的。她說：“你沒看見我嗎？我一個人在工作，因為其他同事可能是午休怎麼樣？反正那時候是下午大概是3點鐘左右了。然後呢，大概我覺得那個人態度不好，然後他就叫我繼續等。他說：‘你找個位置坐着吧。’然後我就老老實實只能又坐下來。大概又等了15分鐘後，我就看見有一些同事呢，魚貫就進來了，也就是海關人員那些同事，魚貫進來了，有說有笑的啊，還來個什麼貼面文，怎麼樣的，在他們同事那裡，這是西方人特有的那種見面的禮。然後我確實等得不耐煩了，我說大概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我說我下次等一下我的那個國際航班可能會受影響。他說。受影響我們也無能為力，那是你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出了什麼問題，我的航班錯過就錯過了，那是我的問題。所以呢，我當時心情特別的不好。然後呢，
終於輪到我了，大概我等了2個小時，也就是從我嘗試進入美國的海關邁阿密那裡，到輪到我被這個第2次問話，在小黑屋裡問話，大概是過了3個半小時了。你們想想，3個半小時呀！所以那時我其實心情特別的低落啊。然後那個女的問了我，她說：“你從古巴來，然後呢，你去了古巴多少次？”我說去了多少次？然後她就問：“你這些年去古巴到底幹嘛？見了什麼人？然後你在古巴有朋友嗎？”所有的問題我都得老老實實回答。她說：“你不光是去古巴去度假吧？你應該是去幹了什麼其他事？你到底有沒有中國的護照？”我說我沒有啊，我沒有中國護照，我只有德國護照。他說是真的嗎？我說當然是真的。他說你去中國的時候是用中國護照嗎？我說沒有啊。這又是他想多次重複類似的問題，就讓你進套，讓你進那個坑跳進去。我當然沒有了，我只有德國身份，所以我說我回中国，我申請中國的簽證。而現在免簽了，所以我如果回去少於30天，我就直接回中國那邊去。他說你這些年那麼頻繁的回中國，因為他看得見啊，我護照上面很多中國海關蓋的章，然後問我，他說你回中國去，你去中國到底是幹嘛？為什麼那麼頻繁？我說我的家人在中國，我的母親在中國，她80、90歲了。這些年有病，所以我要經常回去照顧。然後就又問我啊，是另外一個海關人员問我了。剛開始問的那個是不一樣的人，因為剛才說了，那個海關的人他沒有讓我通過，然後呢叫一個他的同事帶領我進小黑屋去。現在我說的是小黑屋裡面的工作人員。然後又問了我類似的問題：我在德國的住址是什麼？我在德國的那個家庭關係是什麼？我說我德國伴侶，我們結婚了。這他沒有多問，因為他不感興趣這個啊。然後就問我在德國的收入是什麼？我又說了我是 YouTube， 然後我又說了我的那個頻道的名字，然後他又看了一下，又問了我的收入。他說這點收入還是類似的問題，你怎麼能夠到處去飛來飛去的？我又說了我在德國有房產有房租等等。我還沒說，即使我有困難的時候，我的德國伴侶也會支持我，对不對？然後他說：“你這些年去古巴，你肯定是有別的目的。”我說：“我沒有別的目的。”又問了我去古巴什麼地方，我說我去了哈瓦那的首都呀，還去了其他城市啊。在首都的時候，他就問：“難道你每天都去這個地方那個地方嗎？比如說你這次去了古巴1個多月，不可能你每天都去旅遊點吧？”我說對，我有的時候就在那個我的公寓裡面休息，然後呢，我在網上我還幹我的自己的事情，我沒有說在網上工作啊，就前面的那個原因。如果是工作了，那他會緊追你，追着你工作什麼怎麼樣，在哪裡工作，在美國工作過嗎？等等，他會翻出舊賬出來，所以還是非常麻煩的。如果知道你在美國只是網上工作也是非法的啊。然後最重要的是，他一定問你在古巴的朋友叫什麼名字，還有你見了什麼人，你怎麼知道去古巴的，等等等等。那我只能老實說，对吧？然後古巴的認識的人，還有古巴的住宿的地點，我得告訴他，我腦子裡面沒有那個真正的，不可能記住那古巴的地址啊，對吧？這時候呢，犯了一個人生最大的錯誤。我把我的手機拿出來，因為上面呢有聯繫人，有那個房東的地址，還有房東的電話，我就把我的手機給他。這個時候，那個人就如獲至寶，對吧？他拿着我的手機，然後過了一會兒問了我一些問題，對吧？我就告訴他我是見了誰，怎麼樣，我住在哪裡。問到這裡的時候，我100%的確信，美國邁阿密的海關一定是懷疑我是間諜，不是幫中國政府工作，就是幫古巴工作。因為呢，我不可能那麼頻繁的來往於中德兩個國家之間，我也不可能頻繁的
往返於那個德國、古巴之間，所以他一定是懷疑我。他說他心裡想，一般的比如說德國人啊，或是中國人，不可能老是來回中國、來回古巴的。然後呢，這個時候呢，就開始，原來我真的不相信啊，美國的官方會有那麼的，我用那個詞無恥吧，特別照顧我，引號的照顧。拿到我的手機之後，那個女的後來呢又叫了另外一個男的同事過來，可能那個男的同事他的級別比這個女的更高，或者是更擅長於問話，可能是國安之類的，就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人，然後就過來2個人一起來拷問我。那個男的問題更刁鑽，他說：“你現在馬上把你手機的密碼告訴我。”我第一次懵了啊，要我的手機密碼，那也就是想把我手機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調出來看唄。我開始啊，我是拒絕的。我說：“為什麼要我手機的密碼？”他說：“你肯定有什麼東西隱瞞，所以呢，對不起啊，我也得看你的手機。”他沒有說對不起，是我講錯了，全程沒有說對不起的，因為態度啊比較官方，也比較冷漠，比較嚴肅。開始我就不想給啊，第一次問的時候，因為我想我自己那麼多私人的信息，我不可能就這樣給你美國的官方，對不對？況且我私人的東西與你美國官方有什麼關係啊，對吧？當時我是這樣想，但是太天真了。然後那個男的就馬上就威脅了，他說：“你不給嗎？你不給，我也可以打開你的那個手機，我有工具。”我相信啊，美國這是無所不能的，对吧？我當然相信了，他只是在威脅我。他說：“如果你不給，我可以打開，然后呢，馬上就把你怎麼樣。”我沒有完全理解，我理解就是遣返我，或者是把我丟進監獄裡面去。這2個，我認為他是說了其中一個啊，而且他的態度當時特別的惡劣，就特別的兇。我考慮了10秒鐘之後，我想，我就是待宰的羔羊啊，對吧？根本就拿捏不了他，只有他拿捏我。我拒絕也沒有任何的意義，所以我想，那現在已經事情到這個地步了，我也不知道啊，作為什麼德國的公民，能不能這時候打電話給德國的駐美國的領事館，我不知道啊。反正那個時候也沒時間想這個問題。後來我就想，那我就把我的手機密碼告訴他吧，沒辦法呀，對吧？就告訴了，然後呢，他就叫我到座位又去等，在等的期間，我也不能夠老是看他們啊，对吧？他們倆在後面嘀嘀咕咕的，嘀嘀咕咕，有的聲音我聽得見，他們在說什麼，肯定是看了我很多的，比如說我的那個好友名單呀、聯繫人，對吧？我的 WhatsApp， 所有那些通話的，因為不用密碼可以登入 WhatsApp 的，對吧？甚至呢，你用手機的話，不用那個微信的密碼，你也可以直接看那個微信的，对吧？但是我微信上面95%的人都是中國人或者是華人，都是中文的啊，所以可能他也看不懂。加上呢，可能我還沒有重要到那個地步，要請一個什麼中文的翻譯過來的地步。但是期間確實有一個面孔像華人一樣的那個警員或者是那個海關的人，他也湊過來，不知道是叫過來的還是他偶然那個路過的。他們現在3人在那地方看我的手機了啊！我不知道那個華人或者是那個亞洲面孔的人能不能知道那個漢語中文啊？我不知道。反正呢，嘀咕了很久，肯定把我所有的好友的名錄啊都翻了一遍，然後呢還看了我拍照的東西，肯定也看了，因為呢我在古巴的時候見過一些人，為了那個安全起見，我拍了那個這些古巴人的那個身份證，然後他就拿着這個身份證的照片就問我，他說：“你見了這個人，你跟他什麼關係？是不是古巴什麼官方的什麼人？”我當然說不是了，而且真的不是啊。他還是不信。我說：“你可以打電話，你去古巴，你問啊，只是我一個認識的人而已。比如說我們去海灘，在海灘的時候可能交談起來認識了，
具體幹嘛我也不知道。那個男的又問了我很多刁鑽的問題，比如說你跟中国的什麼什麼人有沒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那麼頻繁的來往於中國、德國之間？然後他又問了我的收入啊，等等等等，反正尤其那些問題問来問去啊。特別感興趣的就是在中國你認識什麼人，在德國認識什麼人，還有特別是在古巴你認識什麼人，你見了誰，你這些天這次幹了些什麼，你全部把這些認識的人、見過的人，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地址也告訴我，然後肯定也看了我這段時間我打電話通話的記錄。好在呢，我幾乎沒有跟古巴人通過電話，只是呢 WhatsApp 上面可能有。他們2、3個人又嘀咕了大概半小時之後吧，然後就把我叫回去了。叫回去之後呢，又問了我一些可能呢與上面的他看的東西沒有很大的出入吧。最後那個男的後來是拍板了，可能現在才相信呢，我並不是中國的間諜，也不是古巴的間諜，我只不過呢是去古巴度假的一個客人而已。而且所有那些人員，可能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一個古巴什麼情報人員黑名单，我不知道呀。可能没有一個對得上他們那個黑名單上的人，所以最後呢，就把我的2本護照，德國是允許有2本護照的，把2本護照還給我了，然後就讓我走了。說到2本護照，那個男的也問了我，他說：“你做一個德國公民啊，為什麼要2本護照？”我說：“德國首先是允許有2本護照，他心裡肯定也明白，是允許的。另外呢，我告訴他為什麼我申請2本護照，因為我說當年我在給德國公司做職員的時候，經常是出差到這個國家，出差到那個國家，對吧？有的國家需要申請簽證，但是呢，申請簽證的時候它需要時間。有時候我的那個護照1本護照交上去之後，可能臨時我要去另外一個國家出差呀，沒有護照我怎麼出差？所以我說我只能申請2本護照，也是事實的陳述。所以呢，這點他也放過我了。反正所有的問題不能有漏洞，而且我認為啊，不能夠說謊。即使想說謊，你一定要想到你能夠圓那個謊才行，否則你有很大的問題。所以這樣來來去去啊，大概是我在那個邁阿密的海關4個小時，最後呢才有驚無險的讓我進入了美國國境。這時候呢，離我到下趟航班只有1個半小時了，特別近。而且我不知道那個航站樓在哪個地方，在哪個地方做那個登机手術，我不知道手續，我不知道值機，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出去之後，本来我就很着急，所以我的腦袋也很懵啊。當時經歷過4個多小時就問話呀，在小黑屋之後，我的心情已經低落到了那個極點。它整個情節真的有點像好萊塢電影某些情節，就是一個美國的官方人員，特別是國安人員，怎麼樣對付一個外國人，懷疑你是某國的間諜的時候，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是他還不相信我，那也許我就會被投進美國的監獄，真的有這個可能啊。那如果我被投進監獄之後，我該怎麼辦？這個我都想好了，真的。那特別是第2次被被小黑屋那個男的問話，這我認為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最危險的時候。我當時的心情特別低落，但是呢，我也不是特別的害怕，真的。我就說大不了我就進美國監獄唄，你能夠拿我怎麼樣，對吧？大不了我死，我都想好，我死我都不怕，還要怕幹嘛？所以最後呢，他就把這个護照交給我的時候，我也沒有特別的高興啊，也沒有什麼要感謝他，我就拿了護照，我連謝都不謝，我就直接走了。我謝你幹嘛？我不說 thank you， 你不說對不起，我就絕對不說 thank you， 對不對？其實我內心特別的憤怒。然後呢，我就想，我這個人現在絕對在美國官方是個透明人，因為通過這次，
我更多的信息被記入他的那个数据庫了，也許就很長的信息了關於我的，也就是我這次進小黑屋的記錄絕對在上面也有。下次如果我還去美國，那可能在小黑屋待的時間更長，更多的問話。所以啊，朋友們，我是一個負面的例子。假如現在中美現在博弈的階段，你的身份有點敏感的話，如果不去國，最好不要去；不要在美國轉機，最好不要在。要轉機的話，選其他國家，不要選美國，而且選與美國關係不那麼鐵的國家。要轉機的話，否則也許比如說像中國某個人，他去意大利米蘭度新婚度蜜月的時候，他是個 IT 人員吧，對吧？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人員，因為他掌握了技術，然後呢，在米蘭就被意大利的警方那個逮捕，然後呢引渡到美國去了。新婚蜜月啊，孟晚舟也是個例子吧，對吧？在加拿大也被逮捕了。當然我沒有重要到那個地步啊，但是如果他懷疑你是間諜，幫中國政府的或者幫古巴的，古巴和中國對美國來說，從美國官方來說是敵對國家，對不對？所以他懷疑你，那對你來說就有很大的危險。而我這次呢就這樣，我沒有那個誇張啊，美國那個邁密海關這次怎麼樣，確實是我100%陳述我經歷過的事情。所以今後我告訴我自己，也告訴我德國的伴侶，今後呢沒有必要，絕對不會再去美國，轉機的話避開美國，也避開與美國友好的國家，盡量把這個風險降低。但是呢，任何事情沒有100%的那個安全，對吧？反正我這個人現在，因為我這個油管的頻道的原因，他們肯定會過後去研究我到底講些什麼。然後呢，我原來去古巴去了幾次，也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很敏感的一個動作，對吧？而這次呢，我恰好又從敵國飛到你美國去，自投羅網，對吧？這是我自己判斷失誤。我沒想到我這個人呢，對美國來說有那麼重要。我在美國那個地方絕對就是一個100%的透明人，而且我現在心裡很忐忑，沒有安全感。這次來巴西，我原來還想要不要再來巴西啊？還是算了，直接回德國。我心裡想，我的那個所有的機票呀、酒店我都付了款了，不來我損失太大了。加上主要是現在巴西是左翼那個盧拉執政，與美國關係不怎麼好，所以相對來說我比較有安全感，我就來了。今後如果是右翼執政啊，就是在比如說像巴西這種國家，如果是右翼政客執政，也許我就會考慮要不要來。所以朋友們啊，通過這次我在美國的經歷啊，美國海關進小黑屋，然後呢被拷問盤問，而且一度呢我認為非常的危險，真的有點像好萊塢的情節，差點可能會投入美國的那個監牢。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中國人，如果你是華人身份，如果你覺得你從事的工作比較敏感，或者呢你是自媒體人員，你的觀點可能不是討美國喜歡的，或者你去過敏感的國家，比如說像伊朗啊、什麼古巴呀、朝鮮啊、什麼阿富汗這種國家，我建議你最好能夠繞開美國，能夠避開美國，就一定要避開。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而我呢這次可以說是有驚無險，脫險了，沒有進入虎口，也算不幸中的大幸吧。否則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未來怎麼樣，也許我的命運就完全另外一樣了。這就是我這次呢從古巴來到巴西，中途在美國第3國轉機最不堪回首的經歷。對我來說真的像好萊塢那種恐怖片的情節，讓我現在想起來還後怕。我的經歷沒有任何的添油加醋。朋友們，今天我就複述到這裡，我不知道你們聽到之後有什麼想法。你們能想象美國這個海關真的有那麼草木皆兵嗎？但是這就是我的經歷。好的，今天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